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个很重要。我们很多时候看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啊，他们有能力是吧？但是其实这个五旬节对于犹太人来说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犹太人你知道吗？所有的节日对他们来说都有一个双重的含义。就旧约的这些节日不管是逾越节这些等等，那它的双重含义就是一个是基本的一个农业的一个节气逾越节就收成嘛，收这些大麦这些，就农业跟这个天文这些都是相关的，是吧？那这个还有第二层的含义，就是纪念神的一个作为。所以逾越节不仅是纪念收成，它也纪念出埃及嘛，是吧？但是呢，只有一个节日就是说只纪念这个农业的一个节气，没有记录任何关于跟神相关的事情。那这个节气呢，就是五旬节。所以这个五旬节呢，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的一个节日，没有其他任何的意思。所以在两约期间的犹太人就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其他节日都有跟神相关的，是吧？怎么这个就没有呢？所以他们就决定了把这个节呢庆祝什么呢？就是庆祝你看逾越节他们那个庆祝出埃及嘛，是吧？然后出了埃及以后呢对他们来说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50天以后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来到西乃山颁布了律法。而刚好呢，他们没有任何一个节日纪念上帝在西乃山上赐下律法，所以呢他们就决定了用五旬节来纪念律法的颁布这个在刺经里面都有记录包括当时的这个菲罗他也特别提到，而且他提到这个菲罗提到摩西律法颁布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说天上有声音出来，然后呢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得懂就是说好像神的律法赐下的时候这些人都能够明白神要讲的律法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你想嘛，这个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写之前就是说有这个背景了，就是他们知道五旬节是纪念摩西律法的颁布，而同时他们认为有一个神迹显现，就是天上的声音显现，然后他们都明白神的话。那么你看这个时候你再看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是不是有比较独特的含义，是吧？你看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也讲到有响声降下来，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呢讲方言，然后所有人都能听得懂。所以在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它的一个核心呢是讲到这个好像是一个新的律法的颁布为什么讲这个律法颁布呢？因为律法颁布的重点不在于律法本身而是呢在于一个群体的独立，就是说就好像比如说美国独立了，它要有这个美国这个宪法，对吧？这重点不是宪法，重点是这个群体，就是有了宪法就标明了表明了，就是说我们这个群体是独立了，我们是一个新的子民那所以他们有独立宣言，是吧？那有了新的律法就有新的群体所以这个就有点像耶利米书32章里面提到的神要把那个律法写在你的心里面，而这个心里面的律法是什么？就是圣灵圣灵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刻在你的心上这就变成了新的子民。所以这个次序很重要，就是说你看在第1章讲到12支派的重组12个门徒少一个，所以选一个12支派重组了以后才颁布律法，表明了神子民的一个成立那这个就是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一个重要的含义。圣灵的降临不仅是给他们能力，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一个群体，就是这个新约的新的百姓的一个群体的一个成立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五旬节的一点的背景所以老师他这里五旬节圣灵降临，它是指你说是把他们重组成为一个新约的新的群体，是连于基督在圣灵里面的这种群体是吗？对，就是新约的百姓
这个也是我们跟旧约的一个最革命性的一个改变，就是说新约的百姓他跟旧约的百姓不一样，旧约的百姓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割礼，对吧？按照你的种族划分的，你生在犹太人，你就是旧约的百姓。但是新约的割礼是什么？圣灵给你的割礼，对不对嘛？这是保罗提到的啊，不在乎遗文而在乎灵，所以这个圣灵的降临就刻到你的心里面，这个律法。就像圣灵一样，刻到你的心里面是新的律法啊。那这个就是表明一个新的百姓的一个成立，新的子民的一个成立啊，新的群体的一个独立啊，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神的国啊的一个组建啊。就是它也不能说是新教会成立的，因为旧约就已经有教会了，对不对？你可以说是新约教会的一个成立，可以这样理解啊。旧约的教会，我们只能说更多是无形教会啊，就是说它是属于这个教会的一员，但是没有有形的教会，是吧？那新约的话，那开始有形的教会啊，那这就不一样。你在这里五旬节的降临，你其实是可以说它也是标志的这个群体的产生，这个群体其实就是教会啊，对不对啊？这个新的群体就是教会，其实对。也可以说教会的诞生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些牧者讲，他就说，其实不能说是新约教会的成立的标志。他说，其实旧约就已经有了。如果用 ecclesia 那个神呼召出来一群人这样子来定义的话，那其实在旧约就有了。对啊，如果你是从这个无形教会来说，当然是这样。对。那旧约的会堂算不算有形？所以这个会堂这个就有问题啊，就无形的教会，它是包括着历世历代所有重生得救的真信主的这个百姓嘛，对吧？但是呢，它并不一定是在有形教会当中。而教会虽然而且我们也讲了 ecclesia 这个词啊，其实在当时是指这个罗马议会，对不对嘛？啊，所以这个词是借用罗马议会的这个术语啊，那这是比较独特的，其实。跟这个旧约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教会领受的圣灵，这个跟旧约还是有点不一样。你看在这里圣灵的降临很有意思，你看它跟路加福音第3章讲耶稣受圣灵的膏抹是一个平行对应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的事工就是教会了。为什么？因为你可以说教会代表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膏抹耶稣的那个灵。现在也降下膏抹了这些门徒，所以耶稣才对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是吧？”扫罗当时是逼迫教会，但是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教会领受圣灵就好像耶稣领受圣灵一样啊。那么，而且讲方言，他们讲别国的话，不仅仅是反映菲罗他的一个说法，而是说这一次的律法是一个普世性的，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哪里的人啊，别国的话，各个国家的，你都能够明白。而且你知道别国的话在这里其实只在这里这个出现，那在旧约里面也是只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28章出现过一次，28章11节就是说先知说不然主要借着外邦人说话，那个其实是一本就是用这个别国的话，就是主要借别国的话。那为什么要借别国的话来说话呢？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流亡嘛，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借着外邦来责备以色列人，借着别国的话来带来救恩所以你看这个到使徒行传里面也是一样的，你发现因为他们也是被掳嘛，对不对？他们其实没有自己的国家反倒上帝借着别国的话把这个救恩呢展现出来，让这个就好像以赛亚书28章里面提到的那上帝也借着这个外邦别国的话来去这个把这个救恩展现出来让他们知道说现在呢神借着甚至借着外邦借着外国就是外国的话来去让你来听从他这个也是很独特的也是跟以赛亚书相关的。
而且在这上下文里面，他那个第二章，第11节里面有讲到，其实那个别国的话是有讲一些，其实是在讲道，对不对？讲说神的大作为，他不是随便乱讲的。对，他肯定不是随便乱讲的。嗯。所以这里面其实可以反驳现在灵恩派的那种别国的哎，这个我们迷信。后面会特别讲到，陆家的圣灵论，陆家的圣灵论根本都不是像这个灵恩派所认为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他看到这些，他就是看到圣灵的能力，但其实陆家在当时写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其实他更多是对一个群体身份的一个认同，群体的形成，而不是强调圣灵的能力啊。那你看后面圣灵为什么降临到外邦啊？那12个人身上，他也是相当于这个外邦这12个人啊，也组建了一个，就是说跟这个犹太的12个使徒同样的建立了这个好像是教会的一个部分，对吧？一个新的群体。所以圣灵的降临在五旬节更多的含义是一个新的群体的一个成立，是一个身份的认同，而不是强调圣灵本身的能力啊。那个后面我们会讲，路加的圣灵论跟保罗的圣灵论的一些差别啊，所以最后我会提。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约珥书啊，就是彼得的这个讲道。好，那么因为这个跟解释五旬节相关的哈，因为在这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那3章19节他说，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所以这个安舒的日子是指什么？这个跟五旬节圣灵降临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以赛亚书32章15节讲的圣灵从上头浇灌我们，对吧？这个是希伯来圣经70译本的翻译，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这个从这个圣灵从上浇灌。那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翻译在是这个版本呢，它的翻译呢有点不一样，它这里面不是说圣灵从上浇灌我们，它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是安舒啊，这个词就是3章19节安舒的日子来到了这个安舒。好，那么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版本他们应该也是熟悉的，就是他们想到安舒的日子就会想到是圣灵，这两个是对应到一块儿的啊。所以讲到安舒的日子来到，其实就是提到圣灵的这个来到。而首先是你看这个38节2章38节跟3章19节这个架构都是一样的，你要先悔改，是吧？悔改归正，然后呢你悔改了，然后是这个安舒啊，先悔改，然后呢接受圣灵，这个是彼得是这样说的。你到第3章也是一样哈，先悔改啊。那么无论是哪个版本，安舒它都是代表了这个圣灵的降临。那么这样的话，你看后面他说，你继续往后看，我这里没有放出来。他说天必留他，万物复兴的日子来到。所以这个等到万物复兴，那个万物复兴是什么时候啊？那个这个就明显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万物复兴，就是安舒。所以安舒就是万物复兴，万物复兴就是圣灵降临啊。所以五旬节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万物复兴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复兴以色列开始。所以使徒行传它一开始就记录了这个以色列的复兴。为什么要提到以色列的复兴？因为你还记不记得耶稣在升天的时候，门徒问了他们一句话，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时候就是现在吗？还记不记得啊？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其实就在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使徒行传第2章很重要，神的复兴首先是什么？重组他的子民，被掳归回，南北国的复合。那这个其实就是指万物复兴的开始啊。所以耶稣当时并没有责备门徒说你这个问题问错了，是吧？耶稣说时候还没到，是吧？你看你在等什么时候呢？圣灵降临才是复兴。而这个圣灵降临的复兴并不单单复兴以色列，而是复兴万物包括撒玛利亚，包括那些被遗弃的就是那个
那个太监，是不是包括后面的外邦人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开始于第2章，就是开始于彼得引用约珥书的这一句，这一段，就是表明圣灵的这个到来，开始要不仅要复兴以色列人，而是要复兴万物所有的人万民都能见到神的救恩所以而且你看这个约珥书2章这个17节里面你发现路加加入了一节约珥书里面没有的就是2章17节就是彼得引用这个约珥书嘛，对吧？加了一句那他加的是什么？就是在末后的日子。这句话是约珥书里面没有的。这句话在末后的日子，它其实是更多来自于以赛亚书第2章。所以路加加入这个里面，其实就是说末世开启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耶稣的第一次来是开启了末世，就这个意思。就是耶稣的来，他把末世开启了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了。只不过约珥书呢，你讲的不那么清楚，所以他加上以赛亚书，强调末世的一个开始然后你看到2章39节就讲到那些和那些远处的人他们也可以听到福音，对吧？那这个也是指向以赛亚书57章19节，就讲到那些远处的人把近处的人、远处的人也是指向这个外邦人所以你看彼得的讲道，其实他就成为了早期基督徒群体的一个奠基石而他们呢，后面你看这群人，他们凡物公用，没有缺乏这个描述就是当年希腊文化里面对乌托邦的一个描述，凡物公用，没有缺乏。同时呢，也是对犹太人禧年，你知道犹太人有个禧年对吧？利未记15章里面讲到49年到50年的时候，不是有个禧年吗？对吧？这个禧年或者安息年，也是这个对这个禧年的一个描述。所以你看到路加在这里有刻意的强调这些的实现都是基于2章42节，就是基于使徒的教导，基于耶稣基督的工作那凡物公用，没有缺乏，这个是从基督的福音而来的，不仅就是乌托邦，就是这个希腊文化所追求的乌托邦，还是犹太人所追求的禧年，都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成就了其实犹太人的禧年，说实话，在历史上有没有实现过呢？学者会认为基本上没有实践过，因为这个没办法实践，很难。这个有点像一个乌托邦，你怎么可能到第49年、到第50年的时候所有的债都免了，然后对吧？这个是这个整个社会就会乱套的因为这种乌托邦你没有办法把它应用到我们，因为人有罪所以你想实现共产主义是吧？怎么样？那不可能的那但是呢，路加在这里形容说，因着福音的缘故你悔改认罪嘛，是吧？先悔改认罪，然后圣灵来到，所以我们这个新的群体，就是教会，他们才真正的实现了人类所认为的这个乌托邦真的就是说这个凡物公用，然后这个毫无缺乏，它是一个典范性的一个生活，就让我们看到说那个在天上，好像你稍微瞥见一下在天上的生活让你看到原来神的福音把这一切都更新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下一周我们会来讲那我们要不要凡物公用？咱们是现在怎么都不凡物公用了呢？是吧？是不是？咱们为什么不凡物公用呢？没有哪个教会凡物公用了，是吧？那我们后面会看这个早期就是说这个基督徒、上帝百姓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一些典范性的一些的这个他们的一些的生活的方式，它其实是一种对教会的那种完美的教会的一种指向。因为你看到在第6章以后，教会好像就一下回到原形了，就是啥问题都出现了你看包括保罗在外面建立教会，也没有让他们凡物公用，是吧？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在看前面几章的时候，你要跟这个就是路加所描述的万物复兴这个联系到一起，就是说他在描述的一种那种完美的那种好像让我们看到那种典范性的存在，但是那个只是让你尝一下那个天堂的滋味，而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因为是已然而未然嘛，对吧？我们现在不可能完全做到。我们后面会讲
在第6章之前，他提到了很多这种完美的典范性的祷告、典范性的审判、典范性的救恩、典范性的这个生活那么都会让我们看到说，在地如在天的那种生活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我们下一周再来讲今天我先提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这只是这2个原文怎么翻的这么不一样，用的词。对，这个就是2个版本以赛亚书32章15节，一个是用圣灵，一个是用这个安书在使徒行传2章38节这里就说圣灵领受所赐的圣灵这里呢他就是说有安书的日子要来到是吧？所以这里面就是对应起来了，圣灵跟安书，圣灵跟安书它是一个对应，它更多就是强调万物复兴，其实就是回答门徒问耶稣的那个问题，你复兴以色列就在现在嘛所以这个答案就是随着圣灵的降临，神就已经复兴了以色列，也透过复兴以色列开始复兴万物当然就包括外邦人，所有的人借着福音那教会就是这个复兴之后所带来的最重要的一个产物，是吧？典范性的一个群体是。不知道旧约原文是什么，没关系，老师，我没有问题了。对，旧约原文这个里面，这只是翻译版本，旧约原文就是指圣灵但是对所以我在想，旁边这个版本我查了一下，它是以这种意就是为主的，它不是点对点的直译的。对，我们翻译本来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嘛，那所以这个不同的版本就好像我们还有上帝跟神的版本一样，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应该是都熟悉的，就说你提到这个，他们是熟悉的，对，因为保罗因为彼得在这里特别是把你看他的讲章里面，他特别是把这个领受的圣灵和安书的日子，他这里面是讲悔改归正是吧？罪得赦免，然后讲安书，下面也是悔改归正是吧？罪得赦免，然后讲圣灵降临，所以这个结构的对应也让我们看到比较清楚，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平行的关系在当中，对，对，中文和合本应该是那个 L 叉叉，其实是一本的那个。它的那个希伯来语的原文应该也是圣灵，对，所以旁边这个安书这个我就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对，这是它的版本不一样，他解释，他这样翻译应该有他的理由的。他的理由就是我刚刚讲了嘛，他的理由就是他们认为的这个安书就是在犹太人的这个理念当中，他们就认为这是圣灵的这个作为。所以他们在旧约里面就是把安书跟圣灵对应到一块的这也是为什么彼得在这里会把它对应到一起对，这就是强调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关键，他并不是看他说方言，他是要带来万物复兴，这个是一个圣灵降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他建立了新的子民，透过新的子民的成立来表明万物复兴的开始当然万物复兴开始是从复兴以色列开始就是门徒问耶稣的那个问题，而以色列的复兴呢，我们也刚才看到了示拉支派的重组，对吧？然后被掳的归回南北国的复合，这些都表明了以色列的复兴，所以这些都是旧约里面的他们对以色列复兴的一个认识。所以你看犹太人他们一直想要复兴，你知道门徒问的时候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他们想的还是什么？神你现在要在现在给我建立以色列国，你要把罗马国这个统治了是吧？你要在政治上的军事上的，他还是想到这些但其实我们看路加里面，他更多是讲在神的国当中，是在这个属灵的国度里面，神已经复兴了，对，是这个意思。那老师这里的安书跟我们旧约里面常提、新约里面常提的那个安息，应该不是有重叠的，是不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吗？不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专有的名词。OK， 对，那词也不一样。好的，我明白了。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解释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回到那个旧约的时候，就是他用这个安书的时候，他到底在指什么？要回到，因为新约的作者引用旧约的时候，他是引用整个背景，他不仅仅是引用一句话，他是把整个那个上下文都引用过来所以
我们也要回到那个背景当中，就犹太人怎么理解这个安舒啊？那他们的理解就是把这个安舒跟圣灵联系到一块，那我们也应该这样理解才对。